这是一片棕熊和人类共生的家园。这个乡里面，我看到路边有很多这样的牌子。这边这户人家的门上就贴着“棕熊出没”。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到熊吃食物的那个位置，1墙之隔。路旁随处可见的棕熊出没警示牌和村里3、5成群的汪汪特工队，让这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白天是人类的主场，夜晚是棕熊的天堂。现在全村的狗子都开始狂吠。这里也是一片藏东秘境，银色巨龙已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盘踞了千百万年。黑白黄3色的湖泊镶嵌在群山之间，各自惊艳。这里就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边坝县。我们正在沿川藏中线 G349自驾，本期视频我们一起去边坝看一看。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边坝县了，现在是晚上的快8点半了，然后这边的海拔是3600多米。我们已经入住酒店了，酒店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一张大床，这边有一个非常简易的小桌子，还可以啊，非常的干净整洁。这样的一个酒店在边坝这边是230块钱。现在是晚上9点钟，出去找点吃的，看看这附近还有什么能吃饭的地方。啊，这什么地方？停车库哎！这里有一个足球场操场，这操场还是塑胶的呢。我上学那会儿，学校都没有塑胶操场。我也是，我都没赶上我们学校的塑胶操场。我的初中我刚上完，学校就把操场建成塑胶操场了。我的高中我刚上完，学校又把操场建成塑胶的了。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种定律，或者是体验过这样一个经历啊？就是每当你快要毕业的时候，不管是中学毕业还是大学毕业，你刚毕业，然后学校开始修塑胶跑道，你刚毕业，学校开始宿舍里面装空调，就很多这种很好的机会都没有赶上。那边有一个藏餐馆，走吧，去那边吧。哦，饭馆，就这里，不知道还能不能吃饭，还有没有营业？进去问一下吧。你好，还能吃饭吗？可以啊。哦，还能吃饭啊，可以。好，哇，太好了，太好了。刚到这边。这是一家非常有藏式特色的小店。但是现在已经晚上9点了，除了我们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食客了。老板，你这个是在做什么？我们做丈夫就这个，做藏服是吧？哦，对，是藏族的，你自己手工去把它完成。哦，自己整。啊。哦。这是缝纫机，里面就这样。哦，漂亮的，漂亮的。哦，这个领子，是这个领子嘛？哦，这个是领子是吧？哦，漂亮的，漂亮的。您这个衣服做的是自己穿还是？是定做的。定做的。哦，人家找你定做的是吧？哇，厉害厉害。我们的饭已经上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藏面，这个是藏面，这个是肉饼。这肉饼超大个，我感觉。哇，这个是我的炒面，好。谢谢。不错的。它这个炒面是，带汤的，然后是面片儿，藏式的肉饼，感觉跟我们内地的那种肉馅饼还不太一样。它面是软软的，发面的是吧？软软的。当时都有，现在现在都没有，以前全部那个人杀了嘛，现在不让杀嘛，那个狼呀、豹子呀那些现在有。狼、豹子、熊这边都有。那他们会到这个周边的村庄或者是县城里吗？他们找吃的。
啊，就是熊和狼什么的晚上会到村庄里是吧？到处都来了，我们那个附近有。这附近就有啊？有。就在这个县城里就能看见熊是吧？有，往上去的话有。他们会主动攻击人不？有些那个山上有的那些伤害人。哦。今年挖虫草的时候，好几个人伤。他们是晚上上山去挖虫草吗？是被熊吃了？那个白天他们山上去了嘛？白天啊。那又抓了。那个对面直接看到的话没有伤害。对着看的话，那他抓的是。就是不要跟他对着看，离他远一点就可以是吗？远一点看的话没问题。对，其实我们刚刚吃的就是他们平常早上吃的饭。对。然后一共点了，我看啊，藏面，肉饼，还有一份炒面，以及加上一个饮料，一共45块钱。在边坝县这边啊，因为它离那个那曲那边就很近了，整个念青唐古拉山脉这边藏马熊还是很多的。在边坝县打算晚上出来 city walk 的话，我建议还是小心谨慎，最好是就别出来了。这边晚上街上也没什么人，然后呢，店铺也可能会关得比较早，就尽量太阳下山之前就吃完晚饭，然后简单逛一下，回去休息就好了。要上课间操喽！我们住的这个酒店旁边隔一条街就是边坝小学。我们现在就趴在这个窗台上看对面的边坝小学，他们哇，这人多了起来，开始在往外涌。吃饭要在这个食堂门口排好队。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快跑快跑，冲啊！今天因为是周一啊，所以这边坝小学有这个升旗仪式什么的。然后我们早上睡得正香呢，被一阵起来的音乐直接就叫起来了。然后伴随着他那个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的运动员进行曲，我们2个人也从床上起来开始洗漱，可以说是非常带劲的一天啊。
都不到50块，相当的物美价廉啊。哇，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这里有一个公共信息服务栏，上面贴着各种房屋出租信息，但是就只有几个字：房屋出租，然后电话，最多给你打上一个几楼，没有其他详细的信息了。从我们刚刚逛的主街过一座桥，对面就是一片非常漂亮的居民生活区。它的小区建的真的非常有民族特色，而且左右两边都有这种窗户似的，那窗户是画上去的，那是假的窗户。哇，这地方真的建得很不错哎，非常的漂亮，非常有民族特色。我们现在去小区里面看一看这边建的房子怎么样。从外面看，这些房子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上。它这边的这些社区啊，都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有保安岗可以执勤，它都是开放式的。这个小区的楼房就建成这样，还不错吧？很漂亮，对吧？这是人家在栏杆上晒的毯子，基本上晒一天就能晒干了。那边那个蓝色的棚子那里，那是一个脚电驴跟自行车停放的一个位置。但是在那个棚子的后面有一面墙，那个墙上也画满了窗户，不过远远的看还是挺好看的。我发现这些房子的1楼至3楼大部分都没有人住。我远远的透过窗户望进去，里面都堆满了一些建筑材料，还有一些木材。所以我感觉大家都是住在4楼及以上的楼层。哎，咱去小亭那边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爬这边上来还有点喘。哎，哦，亭子的顶也画着这样的图案，挺好看的。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些人家装了防盗窗，但是它每一户的防盗窗的图案都会有特色。有的防盗窗上是一个福字，还有的是镶嵌了一些动物的图案，比如说龙啊，以及其他种类的图案，真漂亮啊！边坝县的这一片居民区的楼，底下1层是商户，上面才是居民居住的地方。这条街不算是县城的主街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居民楼下通行的一条街。这边是农贸市场，进农贸市场看一看，走。这西红柿怎么卖的呀？4块是吧？帮我买2个西红柿。我渴了，我想吃2个。啊，行，这4个 OK。好，谢谢。茄子怎么卖的？10块，4块哦。那个菜花呢？菜花也是4块是吧？我这些是多少钱？这些多少钱？好的。这肉是怎么卖的呀？是猪肉吧？22一斤。哦，好，谢谢啊。那里边还有活鸡、活鱼、活鸭。哎，我不是听说藏区这边不怎么吃鱼吗？我要去问一下，鱼是怎么卖的这边？你好，我问一下，这边鱼是怎么卖的呀？哦，花鲢22一斤，鲫鱼也22，草鱼20，鲤鱼18。我听说藏区这边不是不怎么吃鱼吗？他们吃的人少，所以大部分都是咱们其他民族去买去吃，对吧？哦，是养的还是野外钓的？养的是吧？从四川拿过来的。那个农贸市场里面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卖的菜跟水果的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基本上我们在平原地区
在内地常见的那些瓜果蔬菜这里都有。最令我感到好奇的是，这边的藏族同胞啊，他们是很少吃鱼的，但是这边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同胞在这边生活，所以这边是有卖鱼，然后那个鱼的价格跟内地相比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价格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段。对，因为它这里的一些鸡啊、鱼啊都是得从外地运进来，所以有一块运输成本在这，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啊。边坝县这边路边上有很多这种共享电动车，在349国道上一路过来，路过的其他的县城没注意到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边坝县城就在2座山之间的这个山谷里，山和山之间挨得也比较近，再加上还有一条河流穿过了县城，所以这条主街上很少有能停车的地方，车位比较紧张，所以我经常能看到我身后这种机械立体车库，这是我在其他县城里面不太常见的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点。现在刮起了很大的风，感觉等会儿这个雨可能要越下越大了，因为我们面前那边云彩已经过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边坝县 City Walk 就暂时先到这里了。这个雨下大了的话，我们等会儿可能就很难回去了。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站的目的地，打算去这个边坝县的金岭乡啊。那边听说有2个地方非常值得一看，一个是金岭乡的这个千年沙棘林，还有一个是金岭乡的囧拉措。但听说啊，那个金岭乡有熊，所以我们还是得小心一点。我们正在前往金岭乡的路上，目前正在翻越，或者说应该是穿越夏贡拉山。常年走317、318，朋友可能没太听说过。夏贡拉山也是 G349国道上面之前在没有打通隧道的时候最高的一座山峰。翻越它的夏贡拉山垭口的话，也有将近5000米的一个翻越的高度。但是呢，就在去年，夏贡拉山的隧道已经全线贯通了。今年夏贡拉山的这个隧道是可以24小时通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边坝县前往金岭乡，就要穿越夏贡拉山。这个隧道长4392米啊。然后在这个隧道的入口这里，我们能看到这夏贡拉山隧道啊，是川藏中线海拔最高的隧道，海拔4750米。So let's just run. We've only just begun. So let's just run. Our time has finally come. So let's just run. 牛哥，好喝吗？牛哥，远处的那个雪山，它也太尖了吧！哇，挺大的呢，这房间。还可以哦。哇，这边是一个洗手间，不错啊，挺干净的。然后这边是一张大床，窗外面就是一座非常壮丽的雪山。这个酒店还有一个空调，这是跟其他地方最不一样的。我们一路过来住的酒店很少有安装空调的，因为这边夏天不是很热，大概也就20度出头的样子，所以很多酒店都没有安装空调。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金岭乡订的酒店了。酒店的价格是215块钱，比在县城里面稍微便宜一点啊，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友友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在酒店休整一番后，我们决定在附近简单逛一逛。
村子，但是从乡里面到村子里的那条路，就是那种霎时的，所以就有点多。我刚刚在那儿吃草，然后我想把它跟蛇酱拍在一起，我刚回想，他看了我一眼，嗖就走了。这个村子里面也没有多少户人，很多户人家都会放牧，就在这个雪山脚下，高山草甸，真的就像世外桃源一样。这牛是这个牧民大哥的，现在牧民大哥要把这个牛赶回家了，因为太阳要下山了。他们在那边整整齐齐的往同一个方向走，我们也要回家了。这个乡里面，我看到路边有很多这样的牌子，上面都提醒棕熊出没。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运气见到当地的熊呢？是狗。狗在冲着院里叫，2只狗都过来了。现在全村的狗子都开始狂吠，我感觉应该是有熊。但是我们不知道熊在哪里，我们现在也不敢下去。这是村里的狗子，这些狗子昨天晚上狂叫了一晚。你干嘛？它把爪子放到我腿上，可以摸摸你吗？可以摸呀。汪汪特工队是乡里的1线哨兵，肩负着传递棕熊出没的重要情报。该队伍作息制度严谨且极具规律性。日间时段，队员们统一在大马路上执行静态休整任务，体态各异，纵横交错。每当日落信号触发，全体队员立刻切换至夜间巡逻模式，凭借超大的嗓门，秘密传递着棕熊出没的情报。我们按照汪汪特工队的情报来源，寻到了一处偏僻的山谷，这里是一个正在使用中的垃圾处理厂。白天，人类源源不断地运来新的垃圾，晚上，这里就变成了棕熊的宴会厅。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熊吃垃圾的那个位置还有一段距离呢，所以在这儿还是比较安全的。处理垃圾的工作人员刚刚下班离开，现在垃圾场里面有好几只狗子在巡逻，那边有2个当地人趴在墙上在往里瞅呢，估计他们也在等熊来，要看熊吧。你们也在等那个熊来吗？等一下来了，等一下就来了，快了。他是从哪边过来？这边，从那边那个山上。这边来了。哦，这边来了，这边来了。但他不会到我们站的这条街上。不一定。哦，他是从山上下来的。他怎么还不来呢？刚刚那2个藏族老乡已经走了，就剩我跟陆总2个人。他们2个在这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还敢下车的。他们2个如果不在这儿，或他们2个根本就没来过的话，我们2个其实是根本就不敢下车的。现在那边的那个垃圾场那边那个狗子呀，汪汪汪汪在叫。根据我这一段时间对这个村里狗子的观察，他们一般见到人是不会叫的，
见到一些牦牛啊、羊啊也不会叫，除非是见到熊了，它们才会叫。所以在不远处我已经能听到这个狗子的叫声了，说明熊已经正在朝这边走过来了。晚上8点，第一只熊从正门赴宴。它体型偏瘦，背上有一块黑毛格外显眼。鉴于它在本场晚宴里的表现过于怂包，就叫它熊怂怂。熊怂怂找到了一处美食高地，那儿美食扎堆，立马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熊怂怂正埋头找吃的，左边山坡树林里忽然窜出只圆滚滚的胖熊。它肥头大耳，熟门熟路地翻墙而入，老天赐名熊翻墙。不知何时，熊翻墙抢走了熊怂怂发现的美食宝地。最后赶来的是熊妈和3只熊娃。熊妈也看中了这块宝地，回头喊娃下来干饭。熊翻墙只抬头看了一眼，压根儿没当回事儿。熊妈很快寻到吃的，狼吞虎咽。熊娃想来蹭，还被他一巴掌拍开，有点母爱，但不多。熊怂怂是个受气包，他最早发现的那块宝地被熊翻墙抢走后，不敢滋声，只敢远远观察。熊翻墙突然掉头走开，吓得他一激灵。熊妈刚转个身，她已窜到10米外。踌躇半天，熊怂怂才慢慢挪动脚步，但也只敢在那处美食高地的旁边小心翼翼地翻找食物。熊翻墙大方地把高地让给熊妈一家，转去别处找食。熊妈也不客气，直到我们离开，她的熊掌都没从那块宝地上挪下来过。熊怂怂就惨了，由于他的表现过于怂包，被抢占了美食宝地也不敢吱声，一点风吹草动就跑，导致整场晚宴大半时间在四处晃悠，看别人吃。夜幕渐沉，上空的无人机成了移动光点，引来了熊的注意。怕打扰他们用餐，我们赶紧收回无人机，提前退出了本场晚宴。友友们，我们现在刚刚从酒店出来，简单吃了点饭。现在我们要去金岭乡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叫千年沙棘林。那一片大概10多公里吧，都是生长了很多年的沙棘树，所以我们现在去那里参观一下吧。河的对岸那边就是沙棘树，我们现在正在穿过一段搓衣板路，去前方有一大片沙棘林，我们去那边看一看。这片千年沙棘林非常的大，是纯野生的，而且有些树都3、5米高，10几米高的都有，路两边的这些还算比较矮的。为什么这千年沙棘林包括去九麻厝这条路不修路啊？因为一旦修路的话，势必会对沙棘林造成一些破坏。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沙棘林里面来了。其实它沿着河流蜿蜒的一大片，大概10多公里，都是沙棘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沙棘林的这个位置是在村庄的旁边，所以我们能看到这边的沙棘林里面还有一些当地村民在这里养的马。嗨 ，Hello。哇，你这马，你怎么？啊，我得给你打个马赛克。这牛真会给自己找地方。
这环境好又凉快，在这个沙棘树底下。这个就是沙棘树，这个就是沙棘的叶子，又细又长。然后它没有长叶子的地方就是这种枯树干，底下这个就是它的树干。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尝试喝过这个沙棘饮料啊，沙棘果。我之前喝过那个沙棘果酱，特别的酸，但是这个沙棘果的 VC 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想补充维生素 C 的话，朋友们也可以尝试喝一些沙棘果的果汁果酱。这一片沙棘林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目前已知最大的沙棘群落，它整个面积有3000多亩。虽然这片沙棘林叫千年沙棘林啊，是因为据说这片沙棘林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些报道，说这个对当地的27棵沙棘树进行了年龄测算，这一片沙棘林里面的树木平均年龄在140年到250年之间。当然，如果考虑到个体消亡和种群更新的话，那这片沙棘林的历史是更为悠久的。这片沙棘林就生长在雪山脚下，所以我们现在去沙棘林旁边的雪山脚下看一看那边美丽的湖泊跟河水。这个沙棘林旁边也有棕熊出没的牌子，我现在十分担心去一些没人的地方能遇到熊。好小一只啊！哇，你怎么夹着尾巴？你是不是害怕呀？你好，你们是住在这里吗？哦，那个我想问一下，前面到那个囧拉措还有多远啊？还要走很多啊？就是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不？啊，还有点水是吧？哦，那个湖边有熊没有？没有啊？人走的很多。哦，行。每天有10多个车。每天有10多个车。哦，这就是前几天还有20多个。哇，这就是你们家？哇，真好，在这种地方。对对对，我们是来这边玩的。我想问一下，这个雪山叫什么名字啊？哦，我看它那个尖尖的就很好看哎。好，那我们再往前走。好，谢谢你们。啊。小狗狗。嘿嘿嘿嘿嘿。小狗狗。嘿嘿嘿。哈哈，嘿嘿，要跟我玩？咦，它跟着我走了。你怎么把人家狗子领走了呢？小狗狗，你要跟我走吗？他要跟我走了。哇，我们现在在穿过河滩哎。哇，哈哈哈，就是这里。友友们，这就
就是囧拉措，它的水像玉石一样。哇！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人乘飞机掠过青藏高原时，透过舷窗竟拍到了一条巨龙盘旋在山间，连龙鳞的纹路都隐约可见。那时的网络和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很多人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模糊不清的照片凭借着稀罕劲儿传开，不少人转发着祈求平安。那条巨龙正是高原上的冰川，而龙鳞则是具有年轮价值的冰川虎拱。即便这支视频拍摄时已是夏季，冰川正在消融，但我们仍能清晰地看见这条巨龙身上层层叠叠的鳞甲。现在的海拔高度大概在3900米左右。咦，这还有个小狗，狗狗。真配合。这狗子我感觉它应该是村民的狗，在这种地方有狗还是非常有安全感的。熊出没的话，这个狗是非常灵敏的，它一定会汪汪叫，然后我们大概就能推测出哪个方位有熊，然后就绕着点走。而且这些狗子非常有灵性，但凡是能在村子里散养，就是这种自由跑动的狗，它们一般都不会攻击人类，性格非常温顺的。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人走了，他们也要走。这边有好多前人堆的朝向，都是望着雪山那个方向。大家如果去户外徒步，或者是去一些藏区等地方，经常能看到山上或者是路边或者是湖边经常堆着这种小石堆，这个叫玛尼堆，它就是用大小不等的石块还有石板以及卵石垒成的一个神堆。玛尼堆是藏族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的体现。再有一点，人们相信在玛尼堆上添加石子、刻写经文等，可以祈福消灾，祈求平安健康、家庭幸福、风调雨顺等。谁把自己的帽子挂在上面了？友友们，撤了！这个湖边的风实在是太大了，又吹又冷。我们每去到一个冰川下的湖泊，都冻得要死。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冰川下的湖泊上面刮过来的风总是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意。现在准备去下一个目的地了，这边真的太冷了。我们原本计划前往边坝县的蓝冰洞，遗憾的是，在询问附近村民后得知，蓝冰洞因季节原因暂不开放。不过考虑到附近还有香格拉冰川和三色湖，秉着来都来了的旅行信条，我们还是决定下车一探究竟。我们现在徒步前往这个冰湖旁边，应该能看见前面有一汪宝石绿色的湖水啊，就在这个冰川和雪山的脚下，这个就是香格拉冰川的冰湖了。冰川和雪山每一次看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啊。这是什么啊？冰！它都离我这么近了，我看看能不能把它弄过来，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完了，我好像把它弄远了。哎，别走，回来！哇，就弄一点点。
哇，这是冰湖的冰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这个冰川的冰，因为它们水都是差不多同样的水源。晶莹剔透啊！别舔！友友们，越往冰川的方向走，这个风就越大。扑面而来的风带着一股股凉意。哦，这是来自千百万年之前的冰川，对你的欢迎。馋死我了！这个风它把脚架吹跑了。大哥直接穿短袖，我都在这里冻得瑟瑟发抖。大哥在这里不冷。我们能合拍一个吗？就我们一起拍一个。大哥真的好厉害，大哥。好，这是我们能抵达离冰川最近的位置了。这个湖面一直到前面冰川的那个熔断的地方，一共有2公里。我的飞机飞出去2公里，才刚刚抵达冰川熔断的那个地方。别看着觉得离得很近啊，但实际还是挺远的。冰川的形成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那些被压实了的雪花，经过漫长的岁月，变成了会流动的冰。这通常需要几千年、几百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人类的寿命不过才几十年，我们穷尽一生丈量的岁月，在冰川的年轮里，不过是区区一粒雪的消融与凝结。在距离香格拉冰川大概1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非常美丽的湖泊。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那片湖泊。这片湖泊叫3色湖，它是3块不同颜色的湖泊镶嵌在群山当中。这3个湖分别是白湖、黑湖和黄湖。这边海拔4100多，走这种盘山步道还是会有一点喘。在这个步栈道的旁边还供奉着一些神灵。我真是服了，友友们！这地方苍蝇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总围着人飞。有些苍蝇还要围着我的相机一直在乱飞。我有的时候在想，你说这些经常围着人飞的小虫子，他们会不会是想跟我们沟通，但是又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只能围着我们乱飞，试图引起我们的注意力。他们上辈子应该跟我们也是同类吧，或者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山下的那个观景台，然后这一块有一点泛黄的湖面还是能看清楚的，虽然它被树挡住了。那个地方就是黄湖，这边就是黑湖。在黄湖跟黑湖中间有一块遗址，
这个遗址叫达宗遗址。这个达宗遗址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旧西藏政府在边坝地区的重要办公场所。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块遗址上只剩下残缺的城墙和破败的房屋了。其实这3块湖泊在天上看的话，除了黄湖，它的湖水是呈现黄色的之外，其他的2块湖泊可能并不是像它们名字所描绘的那样分别成白色或者是黑色。黄湖因湖水浑浊，富含黄色矿物质，得名黄湖。黑湖因水底遍布黑色岩石，水深黝黑，远看似墨，因此得名黑湖。白湖的湖滩沙石呈白色，而得名白湖。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然3色湖景观。我们不打算继续往上爬了。刚刚拿飞机看了一下前面的路，我们其实才刚刚走完整段路程的1/4或者是1/5的样子。在高原地区，背着相机器材等负重爬山，还是一个比较耗费体力的事情。我们也担心爬到顶之后天色就完全暗下来了，因为现在马上太阳快落山了，担心时间来不及。在高原爬山这个事情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我们就打算止步于此了。沿着这条不栈道一直往前走，前面就是白湖。而在白湖右手边有一道巨壮观的瀑布从山顶上一泻而下。我现在站在这个瀑布几十米开外的地方，都能听到这个巨大的水流的声音。我们现在要往瀑布脚下去了。哇，瀑布看起来水超大，我已经隐约的能感受到从那个瀑布里边出来的水汽了。这个瀑布就在这里，这样一直从山上往下淌，奔腾流淌，上千年、上万年，一直这样奔腾流淌。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见，我们叫牛美丽同学，记住我们哦。还有陆飞人同学。我们现在离开这个瀑布往回走，这边的风光还是非常漂亮的，油菜花田。然后还有白湖，远处就是雪山，哇，相当可以。今天真的是所有设备都没电的一天。然后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的7点半了，这边风已经很大了，而且在那边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了，等会儿这个云彩就要过来了。现在我们这里啊，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现在我们要赶紧往回走了。今天的视频可能就暂时先到这里了，也许等会儿回县城找家饭店吃个饭，可能还会有新的故事发生。但如果没有新的故事发生的话，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好，拜拜。这就是我们在西藏边坝县的全部故事了。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感谢你的点赞、评论和分享。我们正在自驾川藏中线 G349，下期视频我们将去到西藏那曲市的嘉里县。我是牛美丽同学，下期视频再见，拜拜。那亲嘴。你说他们在找什么吃的呢？I don't care where we go,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